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9月24号，哇，时间过得好快哦，9月快要过去了耶好，那希望大家把握时间，跟理查老师每天学习中文。我们一定要每天学习慢慢积累词汇，慢慢积累语法点的知识，慢慢的我们中文有一句成语叫积少成多，积沙成塔。所以呢，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不要想说我们可以这个一步登天，短短的时间就可以成功，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要成功，一定要慢慢的积累，积累你的实力，积累你的能力，积累词汇，积累语法点慢慢的你的中文就会进步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轻松一点来听故事，每周二晚上9点跟理查老师一块儿听故事。理查老师会说一则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给你们听，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不要吝啬，给老师一个赞，支持理查老师哦。对，积少成多，积沙成塔。好，积沙，沙子的沙哦，积沙成塔。好，沙子，你每天堆一些沙子，每一天堆一堆沙子，过了1-2年，它就变成一座塔了，那么高这个叫积沙成塔。好，积沙成塔。Okay, 积沙成塔 like you pile sand into a tower into a tower 积沙成塔。好的，那么我们来讲故事了哦。好，今天呢，理查老师要说一则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叫做2个水罐。好，各位同学，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水罐，这里老师有给你一张照片，水罐就是拿来装水的罐子，它可能是陶瓷做的它可能是塑料做的水罐。好，那我们一般来讲，水罐是拿来装水的装水的。好，那今天老师要讲的故事是2个水罐。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家里有没有水罐呢？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水壶，对不对？我们很少用水罐了，水罐一般是古时候的人在用的那你们有没有发现这2个水罐有哪里不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理查老师？这2个水罐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好，月莹喜欢在海边玩沙很好。你们看得出来这2个水罐有什么不同吗？好，好像有一个水罐是完整的，对不对？完整的，很好。林子说颜色也不一样，一个是棕色的，一个好像是浅蓝色棕色、浅蓝色。好。很好你们可以告诉老师这2个水罐有什么不同，它们的颜色不同，一个是浅蓝色的，一个是棕色的，对不对？然后有同学说很像花瓶，可是花瓶没有那个把手你看这个水罐旁边有2个把手，我们可以把这个水罐给拿起来，对不对？水罐旁边有2个把手好，那对 Tracy 说的很好，左边的那个水罐破裂了我们说有裂缝有裂缝我们不能说破坏，我们要说有裂缝一个是正常的，一个是破了。好，不过呢，各位同学，你们就会觉得中文是不是很难？老师，我知道它 broken， 但是我不会用中文说 broken，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 how to say cracked or broken in Chinese， 对不对这个可能你们中文学了好几年，你还不晓得怎么说 cracked好，我们来说故事。从前一个农夫有2个水罐，一个完好无损，一个有一条裂缝。好，这边老师加个另一条好了另一条 ，sorry， 另一个，另一个有一个裂缝。好，我们中文说 one the other， 我们可以说一个
另一个好，完好无损是一个成语，就是很完整，没有破洞，也没有就是没有缺少任何的部分，它是好的 complete， 它是完好的，无损啊。好，另外一个有一条裂缝，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刚刚说破了，破了可能是全部破了，对不对？我要怎么正确的表达这个水罐的样子？你就可以说这个水罐有一条裂缝，它没有整个碎掉，它没有 into pieces， 它是一个 cracked。所以各位同学，裂缝就是 crack。另一个水罐有一条，它只有一条裂缝，所以你现在要学习这个表达，一条裂缝啊。这个水罐有一条裂缝，那这个棕色的水罐是完好无损，它是完整的，没有破裂啊。摔倒了，摔倒是人跌倒在地上，叫摔倒了啊。好，所以你们一定要把这些比较难的表达记起来。比如说，哎呀，我的手机掉到地上了，它没有坏掉，它只有这个屏幕上有一条裂缝，你就会说了，我的手机掉到地上，屏幕上有一条裂缝啊。好 ，OK，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农夫每次挑水，好，挑水呢，就是你会把水放在一个容器里面，然后带着水去另外一个地方，叫挑水。好，农夫每次挑水，完好的，好，完好就是刚刚的成语叫完好无损，你可以用完好就可以了，它是个形容词哦，完好、完好无损都可以。完好的水罐总能把水装满，一滴不漏的运到主人家。各位同学，我们刚刚棕色的水罐它是完好无损的，所以它可以把水装满，水不会漏出来，水不会漏出来。所以完好的水罐可以把水装满，水不会漏出来。而且可以一滴水都不漏的，叫一滴不漏，一滴不漏的运到就是 carry 运到主人家。OK， 所以各位同学，你比较喜欢棕色的完好的水罐，还是你比较喜欢浅蓝色有一条裂缝的水罐呢？我们应该都会比较喜欢完好的水罐，对不对？因为它可以帮我们把水装满。水也不会漏出来，水不会漏出来啊。好，而有裂缝的水罐回到主人家时，往往只剩下一半的水。为什么？因为另外一个有裂缝的水罐呢，它的水就会漏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他每一次到了主人家之后，只剩下一半的水，因为水都漏掉了啊，只剩下一半。好，往往就是 always 啊 ，always 啊，这边我们可以用 always 好了。往往表示总是这样的情况，总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叫往往啊，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表达。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故事。所以它的用语、它的语法都会比较书面语一点啊。好，而有裂缝的水罐回到主人家时，往往只剩下一半的水。为什么？因为另外一半的水都漏光了，都漏光了哦。好，秀珍说：“老师，我们当然喜欢完整的水罐，完好的水罐，我才不要。”有裂缝的水罐呢，因为有裂缝的水罐，我装了水之后，水都会流光了。我不喜欢有裂缝的水罐啊。对，我们都会喜欢完美的水罐啊。好的 ，OK， 除非有裂缝的水罐是古董啊，修装我们说古董啊，就是 antique。好，
对，如果当然了哦，这个有裂缝的水罐是古董的话，当然它的价值就很高，我就会喜欢古董，对不对？哦，好好的。林子说为什么用有裂缝的？好，这个故事后面会告诉你啊，故事的后面会告诉你啊。其实呢，在这里主人用了两个罐子啊，两个水罐他都用了。他一手拿着完整完好无损的水罐，另外一手拿着的是有裂缝的水罐啊，他都拿着。好，好，裴静听过这个故事了啊。好，换成日本人的话，他会用金粉去补。好，我们再往后看。有裂缝的水罐，因此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原因 ，because of the reason， 感到非常自卑。他觉得，你看这个水罐的表情，很不开心，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功用，他没有比那个完整的水罐好，他没有比那个完好的水罐好，他每次都会漏水。所以呢，他觉得非常的自卑。什么叫自卑？就是觉得我没有别人好，别人总是比我好，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渺小，自己都没有能力，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中文叫自卑，你总觉得自己没有别人那么好，你不够好。希望你们不是自卑的人，因为自卑的人常常会觉得很悲观，觉得自己没有才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点用处都没有哦。所以老师希望你们不要觉得自卑，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用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啊。有裂缝的水罐，因此感到非常自卑啊。好 ，OK。可以啊，我们可以说有很多条裂缝，那就表示 many cracks， 有很多条裂缝，可以的。好，好的，那这个有裂缝的水罐呢，很难过。他说我没有另外那个水罐这么好，它都不会漏水，我都会漏水啊。好，有一天，我们中文也可以说一天或有一天 one day 啊，他在小溪旁，好，旁表示在旁边 on the side beside， 在什么什么旁啊，在小溪旁 by the stream， 对不对？他对主人说，主人 OK master 主人，我每次只能运送 carry 运送半罐水，我很惭愧。惭愧表示你做了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你觉得有一点 embarrassed， 你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很惭愧。I feel shamed， 我很惭愧，做了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很惭愧，很不好意思。主人，你把我丢掉吧，我没有用，我都会把一半的水给漏掉了。我是没有用的水罐，我很惭愧。你把我丢掉吧。什么时候你会丢掉一个东西？当这个东西对你没有用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垃圾丢掉，对不对？不需要的东西我们会丢掉，所以水罐觉得主人不需要它，它是一个有裂缝的水罐。主人，你还是把我丢掉吧。好，好的，对，很渺小，表示自己呢不够伟大，自己没有用处，一无是处，我很渺小啊、哦。好，对，自卑表示你觉得自己不够好。好的，那么主人会怎么回答他呢？农夫摇摇头，他指着路的一侧。好，我们一般路都有两边两侧，对不对？这个侧就是一边 one side 啊，路都有两边两侧，对不对？农夫摇摇头，他用手指着就是 point it， 指着路的一侧 one side of the road， 路的一侧，农夫指着路的这一侧，笑着说
笑着说：你有看见路旁那些盛开的花朵吗？好，各位同学，你看这张照片，这条路没有花，路的这一侧没有花，路的这一侧，哇，开了好多好漂亮的花。所以路的这一侧，这一边开了很多美丽的花朵，这一侧呢，另外这一侧呢，没有花哦。好，你有看见路旁那些盛开表示花朵都开花了，而且开得很大很漂亮哦，叫盛开。好，盛开的花朵吗？好，主人接着说，这些花只生长在你那一边。原来主人呢，他挑水的时候，他这一手挑着的是完好的水罐，这一手拿着的是有裂缝的水罐。裂缝的水罐的水流了出来之后，哦，帮这些花呀浇花，对不对？浇灌了这些花朵啊。好，所以花朵只生长在你那一边，这一边呢没有长出美丽的花出来啊。好，为什么你这一边会长出这么多漂亮的花呢？因为你有这条裂缝，你才能日日浇灌这些花朵，让它们长大。好，因为水罐呢有这条裂缝，水会从这个裂缝里流出来，你才能日日。什么叫日日？就是每天 every day， 日日就是每天啊。好，浇灌就是浇水啊。我们说浇灌通常用在把水浇在植物上啊，用浇灌。一个比较正式书面语的说法就是 to water， 浇灌这些花朵，让它们长大。好，所以其实裂缝也是有好处的，对不对？水从裂缝流了出来之后，就可以每天帮这些花朵浇水，这些花朵就会长大啊。好，对对对啊，好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啊。好，主人接着又说：如果没有你，我们又怎能欣赏到沿路美丽的花朵呢？好，如果没有这个有裂缝的水罐，我们就看不到这些花了。这些花没有水的浇灌，它们早就死了，或者是根本就长不大。所以没有你，我们又怎能欣赏？欣赏表示呢，你看到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好的地方，美好的地方，我们会欣赏一个事物或一个人美好的地方啊。比如说，你们会欣赏理查老师啊，理查老师的教学能力很好，我欣赏理查老师。理查老师每天都上直播课，老师你真有恒心，我欣赏你。所以你可以欣赏一个人的优点跟好处，你也可以欣赏一件事情的优点跟好处啊。好，沿路 along the road， 美丽的花朵呢？好，这个呢哦，好，那么各位同学，故事呢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些缺点，对不对？但是如果呢，你能够用好的角度去看这些缺点，或许这个缺点就变成了你的优点，对不对？好，每个人都有优点，对不对？好，我们来看最后的结论。结论就是每个人、每个东西、每一件事情都有缺点，没有完美的，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完美的，每个人或任何东西都会有缺点。但如果能换个角度看，什么叫换个角度看？有时候你不要从这里看，你可以从另外一边去观察一件事情，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换个角度看，或许缺点也会变成优点呢。好，所以就像
我们一定不会选择有裂缝的水罐，我们一定都要完好的水罐，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哇，有裂缝的水罐可以帮我浇花呀，不是很好吗？所以这个缺点就变成了优点了。各位同学，或许你也有一些缺点，你不喜欢这个缺点，但是呢，你可能换个角度来看，说不定这个缺点会变成优点啊。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要换个角度看事情，比如说我的老公啊，好多缺点哦。不过你换个角度想，或许老公的缺点会变成优点。哎呀，我的老婆也好多缺点哦。诶，可是你换个角度看你的老婆，诶，其实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呢，对不对啊？好 ，OK，好，这个有一位，这是老师吗 ？Learn Chinese with Merlin，欢迎你啊。好，天生我材必有用，很好的一个谚语，就是上天呢，让你能够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让你能够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给你一些才华跟能力，所以你一定要去找出自己的才华，发掘自己的长处。每个人都有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你要去寻找你的目的是什么 ，Find out your meaning in life。OK，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寻找自己的意义在哪里啊、哦？好，换个角度看，老公至少还是个人呢啊、哦。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问题，请同学回答老师哦。问题一，故事中的农夫拥有什么？好，他拥有2个东西，你可不可以完整的告诉理查老师，农夫拥有哪2个东西？这2个东西有什么不同的特色？哦，有什么不同的特色？好，你们可以想得出怎么用中文去表达吗？每一次回答问题的时候，老师都希望你们可以试着用中文去思考一下，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怎么能够详细的，比如说他拥有的2个什么，一个是怎么样的，另外一个有意什么什么什么哦，你要思考怎么去回答这样的问题哦。好，2个水罐非常好。对，我们要寻找自己的意义在哪里哦。好，2个水罐，有没有同学可以给我更详细的答案？有没有同学可以给我更详细的答案哦？好，农夫拥有2个水罐，一个是完好无损的，另外一个是有一条裂缝的。太棒了哦！好，农夫拥有一个完整的水罐，跟另一个有裂缝的水罐，很好。一个是完好无损的，一个是有裂缝的，一个是有裂缝的哦。好 ，OK， 没问题。好，你们都答对了。我们来看第2题。问题2：为什么有裂缝的水罐希望农夫把它丢掉？为什么呢？好，丢掉表示你通常会丢掉不需要的东西，对不对？那为什么有裂缝的水罐说主人，你把我丢掉吧？为什么？好，思考一下，我们用中文试着用中文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有裂缝的水罐希望农夫把它丢掉？因为有裂缝的水罐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好，那我们刚刚也学到一些很棒的形容词哦，你要把它用上。惭愧哦，老师还教你一无是处，就是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好，因为呢，这个很好啊，因为有裂缝的水罐，它在装水的时候，往往会漏掉了半罐水，会漏掉了半罐半罐水。回到主人家的时候啊，只剩下一半的水而已了啊，因为他每天只能运送半罐水，所以他觉得对不起主人，他觉得很惭愧，觉得 ashamed， 觉得 embarrassed。好，对，他觉得很惭愧，很好，自卑，他觉得他没有另外一个水罐这么好，他觉得自己不够好，他很自卑，
它没有另外一个完整无损的水罐这么好，能够运送整罐水，它只能运送半罐水啊。好，惭愧，好，这些词很棒，你们都记得。他觉得很惭愧因为他觉得自己太没用了，很好。他觉得他自己 useless， 他觉得自己一点用处都没有。还有另外一个成语叫一无是处，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好，他觉得自己没有功用，也可以。彩铃的答案也很好我们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你们只要能够完整的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就可以了。因为有裂缝的水罐觉得很惭愧，非常好好，有一位同学叫 Mathis， 欢迎你好 OK， 好 OK， 对，一无是处这个成语很棒，就表示你觉得这个东西或这个人一点用处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好 OK，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题第三题。问题3，有裂缝的水罐在故事中有什么用途？好，你可以告诉李朝老师吗？有裂缝的水罐竟然有用途，它有什么用途呢？主人发现了它的用途了，但是它的用途是什么呢？好的，那其实呢，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自己好，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不要小看自己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愿意努力只要你愿意努力，你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我们不要自卑，不要小看自己好，很好。有裂缝的水罐在故事中可以浇路旁的花朵，对不对？非常好。盛开，对，它让路旁的花都盛开了，对不对？很好。它浇灌沿路的花朵，让它们生长。哇 ，Mandarin 你好棒！有裂缝的水罐，它会浇灌沿路的花朵，让它们生长很棒。好的。它的用途是浇灌路旁的花朵，它的用途是帮路旁的花朵浇水很好。好的，你们都答对了。有裂缝的水罐在故事中有什么用处？它会帮路旁的水罐浇水，它会浇灌路旁的花朵，让它们生长，开出漂亮的花朵出来好。有裂缝的有裂缝的水罐，日日浇灌路旁的花朵，让它们长大。好，我们有时候说这个有一些名词加上了一个有，它就会变成形容词有裂缝的，就像英文的 cracked， 它变成了一个形容词，所以这个有一定要用有裂缝的，我们不能说裂缝的水罐，我们说有裂 like with cracks with a crack。有裂缝的水罐好，彩铃的句子也很棒好，乔玛说他他帮路旁的路侧的，我们会说路旁他帮路旁的花朵浇灌让它们生长了他会浇灌路旁的花朵，花。我们说花花好像一个女生的名字叫花花，花朵，它会浇灌路旁的花朵，让它们生长非常好。OK， 好，你们都很棒，有专心听老师讲故事好 ，OK， 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理查老师会念2遍，那你们自己找一下会是哪一张图，老师就不说它的英文了。完好无损。完好无损，你们自己去找一下是哪一张照片完好无损。裂缝，裂缝。自卑，自卑。好，再念一遍。完好无损，裂缝。自卑，裂缝。OK， 好。盛开，盛
开。好，盛开是个动词哦，盛开。欣赏，欣赏，我们可以欣赏一个人，也可以欣赏一件事情，欣赏。好，再来，丢掉，丢掉。如果呢你不需要的东西，你会把它丢掉，特别是垃圾，你会把它丢掉啊，丢掉。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啊，希望大家喜欢，也希望大家思考一下，你是不是一个自卑的人？老师希望呢，你不要感到自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处，每个人呢都不要小看自己。老师再告诉你们一遍，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愿意做，愿意努力，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不要小看自己。Don't look down upon yourself.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好 ，OK， 我们明天见。明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HSK 的词汇。明天见，拜拜。